皇后娘娘，皇上这些日子都为赵姓嫔妃，若不是有这许一起用膳的恩典，臣妾等见都见不到皇上一面。皇后娘娘盯着臣妾做什么？臣妾也不知啊。令贵妃不知，看来是狂语说多了，顺口就来。皇上您慢点，小心台阶。知道了。锦州，扶着朕。朕忙于朝政几十年了，这难得出来松饭一下，竟如此困乏。皇上，您用了早膳，还要去向太后请安呢。奴才看您精神不大好，太后看了又要过问了。那就不去了，免得皇娘问起。你们两个嘴要严实，知道吗？这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晚安。起来吧。用膳。皇上有胃口吃东西吗？怎么？皇上双眼微红，眼下发青，面色无华，神情倦怠，显示一夜未得好眠，强打着精神用膳，自然没有什么胃口。不打紧，朕就是没睡好罢了。有刚煨好的酒丝汤，是皇上喜欢的扬州风味。好。好，这不逊于啊，咱们去扬州的风味儿，大家也都尝尝吧。行宫靠近西湖，水深夹着丝竹弦乐，怕是惊扰了皇上的清梦。臣妾会和令贵妃一同前去清查，哪儿的乐声扰了皇上，一并去了才好。皇后娘娘怎么说起这些了？你上次跳的胡旋舞极好，待回到宫中，也指点宫中的舞姬，可好？宫中舞姬跳得再好，也不如外头的野路子招人爱。臣妾不费那心思。朕久未到杭州，夜游西湖倦了，御船上有歌舞助兴，皇后不必在意。如此好的歌乐，臣妾和姐妹们也想一同观赏，还请皇上不吝恩赐。皇后的建议极好啊！等到月明风清之日，朕一定邀人共赏。你们自便吧，朕没胃口。令贵妃，用膳匆忙，待会儿到碧梧阁再用一些。是，多谢皇后娘娘厚爱。皇上，您别动气，皇后娘娘也是好心，娘娘是中宫，说话难免强势些，也不是有意让您当众难堪的。皇上，那皇后娘娘也是为您龙体着想啊。李煜，你去膳房取些糕点，送到皇后阁中，再替朕传两句话去。这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，
皇上让奴才送了些点心过来。才用了膳，怎么送点心过来？都是些江南名点：双麻年糕、千层油糕、蟹黄蒸饺。皇上说了，这几日皇后娘娘辛苦了，特意送一些地方名点让娘娘品尝，以慰辛劳。这些点心是精致好吃，可就是粘牙。刚用了膳，送这么多来，怎么吃得完呢？这是要让本宫粘上牙，堵上嘴，少说话，是吧？皇后娘娘，令贵妃来了，请她进来。臣妾见过皇后娘娘，娘娘万安。成了贵妃，果然气度不凡。都云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待。臣妾在娘娘手下战战兢兢过了这些年，也该有些长进了。怪不得当年凌云彻不让你在丝织库和花房，原来他早知道你非池中之物。臣妾不知娘娘叫臣妾来，有何吩咐？本宫还想问问你呢。皇后娘娘什么意思啊？臣妾不明白。皇上宠幸的青楼女子，可是你安排的？皇后娘娘说这个，这天下男子无不风流，作为妻妾，讨夫君主子欢喜是理所应当。况且皇上巡游，每到行宫都会有地方官安排佳丽侍奉。外官送人必得挑选，绝不会让皇上和青楼女子搅在一起。而你却以青楼女子媚上取宠，惹了民间非议，损了皇上的清誉，更坏了宫闱纲纪。你协理六宫的职责在哪里啊？臣妾协理六宫，不过是希望有更合意的人来侍奉皇上，免得皇上出宫巡幸一闷闷不乐。皇后娘娘不能为皇上解忧，也不许臣妾让皇上高兴吗？为了让皇上高兴，就能肆意妄为吗？令贵妃，你罔顾礼义，内乱内宫，有失协理六宫之责，又累得皇上贪恋美色，圣宫疲惫，有损清誉。三宝，即刻关押令贵妃，等候皇上发落。这，你敢！臣妾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后。